望着懵逼的魏无羡，阿朱微笑：“阿英，这就是舆论的力量，它可以把一个人从白变黑，也可以把一个人从黑变白。”阿朱目视前方，把真的说成假的，把假的说成真的。魏无羡点头，确实。萧峰道：“你身上的伤已经好了，可以试着重新结丹。”魏无羡道：“萧前辈，我不急。小阿英临走时交给我2本秘籍，他让我把秘籍上的武功全都练会了再结丹。”萧峰道：“也行。”1年后，魏无羡成功接触金丹，这金丹同魏婴的一样，可以同时容纳多种功法。期间，小望县一直跟着蓝忘机南征北战。不过，蓝湛和魏婴只在蓝忘机背负受敌出现危险时出手，其他时候，梁小芝随着蓝氏子弟一起转移百姓，或者帮百姓除祟。待魏无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梁小芝让蓝曦臣召开百家公审，审问温潮和温竹流以及王灵交当日为何要灭云梦江氏，最后又是怎么抓住了已经出逃在外的江澄。公审的结果不言而喻。云梦江氏之所以被温氏灭门，是因为于子渊拒绝温氏在莲花坞里建立监察寮，不仅长乖温氏来使王灵交，还与温氏来使论尊卑。这一结果让很多以为是魏无羡导致江家被温氏灭门的人三观重塑。重塑之余，他们都在心中想同一个问题：当初他们到底是听谁说魏无羡导致云梦江氏被灭门，害得江峰年和于子渊夫妇俩惨死在温氏手里？对于公审结果，魏无羡只觉得唏嘘。无论当初江澄因为什么而被抓，他该还的都已经还了。至于江澄保不住金丹，那是江澄自己的事。何况若真追究起来，是江家欠他，而非他欠江家。然而魏无羡如此想，可不代表江氏姐弟也能如此想。这不知道魏无羡出现在蓝氏阵营，江厌离便提着莲藕排骨汤找来了。只是江厌离还没跟魏无羡说上话，就被魏婴一棍子撂到很远，手里提的莲藕排骨汤随着江厌离摔在地上而洒落的到处都是。魏无羡扶额：“小阿英，你这……”魏婴挑眉：“怎么，你心疼了？”“不是。”魏无羡摇头，比划道：“我就是觉得你稍微有一点点粗暴。”魏婴道：“没关系，只要战哥哥觉得我温柔就可以了。”蓝湛颔首：“阿英很温柔。”魏婴莞尔。魏无羡、蓝曦臣提醒：“小阿英，江姑娘在哭。”魏婴道：“估计在给他弟弟哭丧呢。”蓝曦臣：“他弟弟好像还没死吧？”魏无羡蹙眉，可他一直哭哭啼啼，会给蓝氏惹来非议。打了个响指，魏婴道：“简单。”江厌离戛然而止的哭声，让蓝氏双臂和魏无羡都感到诧异。魏无羡问魏婴：“你又对他做了什么？”扬起眉心，魏婴道：“隔空点穴，我用灵力封住了他的哑穴。除非有缘婴妻修士耗费自身灵力给江厌离解开被我封住的哑穴，否则他这辈子别想再开口说一个字。”魏无羡、蓝忘机、蓝曦臣齐道：“阿英，你什么修为？”魏婴道：“元婴。”蓝曦臣愕然，撇了撇嘴。魏无羡道：“泽无君，不止小阿英是元婴修为，小蓝湛也是。”蓝曦臣翘起嘴角，魏婴笑吟吟：“大阿英，明天咱们4个就上不夜天挑战温若寒。咱俩先把温若寒揍得怀疑人生，之后再让温若寒去收拾金光善和金光瑶父子。”魏无羡：“那些在不夜天誓师大会上讨伐你，给你身上泼脏水乱安罪名的修士，你就去挑战他们所在的仙门宗派。若是散修，魏婴摸着下颌，你就打到他们再也不敢挑衅你为止。”见魏无羡欲言又止，魏婴凛了凛眸：“你可别真的想以德服人，要知道那些人的道德早就在这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修真界里沦丧了。你们可以好好教下一代。我看思追和景怡还有那个叫欧阳子真的就不错。”魏无羡抽了抽嘴：“我和蓝湛这一代也是有好人的，你别一竿子打翻。”魏婴道：“你说小星辰和宋子琛吗？”魏无羡道：“是。”蓝忘机道：“罗姑娘也好。”魏无羡道：“罗姑娘。”蓝湛：“咱们1年没见，你就认识了个姑娘？”蓝忘机道：“你也认识？”蓝湛跟着道：“你还在木樨山玄武冬雾会大蓝湛喜欢她。”魏无羡呆了呆：“啊！”蓝曦臣一笑：“忘机，
你们说的可是那位为了替魏公子在金陵台说话，却被百家逼得退还家袍的罗青阳罗姑娘？蓝忘机点了点下颌，眼珠子一转，魏婴道：大阿英，你知道青青河边草的下一句是什么？魏无羡道：绵绵思远道。魏婴道：我记得你曾调戏一个姑娘，还告诉人家姑娘你叫魏远道，然后大战哥哥在一旁说你咬文嚼字。摸了摸鼻子，魏无羡道：原来你们说的罗姑娘是绵绵啊。可是，魏无羡小声，我当时那样只是想向她讨要装有药草的香囊而已，那香囊最后也派上用场了呀。蓝忘机，原来魏婴看上的不是罗姑娘，而是罗姑娘的药草，那药草最后好像都用在了她被屠戮玄武咬伤的腿上。想到这里，蓝忘机心下一软，他目不转睛地望着魏无羡，浅眸萦绕着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温柔与笑意。次日，收拾完温若寒，大小望羡来到一处餐馆，魏婴叫了一桌子饭菜。看到魏无羡喝酒，魏婴想到他和蓝湛现在快9岁了，是不是也可以喝？哪知他刚一说自己要喝酒，魏无羡就说他毛都没长齐，喝什么喝？魏婴不服，他立在凳子上，目光挑衅地瞪着魏无羡，决斗吧。魏无羡摇头，我不跟你决斗。魏婴道：你是不是怕自己打不过我？魏无羡道：不是，我就是觉得自己跟自己打没意思。魏婴道：借口。魏无羡用完膳，大小望羡御剑回城。刚一到目的地，魏婴便开心地扑到一玄衣大汉怀里，仰着脑袋，喜道：师父。萧峰摸了摸魏婴脑袋，乖。魏婴嘿嘿一笑，师父，你怎么来了？萧峰道：师父再不来接你和阿战，我们就赶不上下一个回宿。魏婴啊道：我们又要离开了。萧峰点头，是。示意魏无羡过来。萧峰道：好孩子，我们离开后，你和忘机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让那些不知所谓的人蹬鼻子上脸。虽然拳头不能解决一切，但一味的妥协和退让，只会让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得寸进尺。魏无羡拱手，无羡明白。萧峰道：明白就好。当萧峰带着2小只消失在他眼前，魏无羡走到蓝忘机身旁，他握住蓝忘机的手，笑意盈盈的道：蓝湛，手被我牵住了，这辈子你都别想甩开我。蓝忘机道：不甩。魏无羡嗯了一声。蓝忘机道：魏婴。魏无羡道：我在。蓝忘机道：我也在。魏无羡晃了晃2人相牵的手，蓝湛，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心悦你？蓝忘机道：有。魏无羡诧异，什么时候？蓝忘机道：刚刚。扑哧，魏无羡笑了，他道：蓝湛，你不愧是韩光君。蓝忘机道：你也不愧是魏婴。魏无羡笑眯眯，我还以为你会说我不愧是夷陵老祖。蓝忘机，都是你，我喜欢的。魏婴。